们好，这节课我们将讲述抽油系统工艺设计一节。首先，我们回顾一下油感抽油系统的组成，由抽油泵、抽油杆及抽油机组成。下面首先确定抽油泵的参数，具体的讲，包括泵径和泵挂深度两个参数。抽油泵的泵径是确定单井产量的重要参数。一个抽油井的理论排量由抽油泵足塞面积乘以冲程和冲次得到。注意，这是1分钟的理论排量，每天的理论排量还要乘以1440分钟。理论排量和实际产量之间用什么参数表征呢？那就是泵效。我们再将足塞的面积换算为足塞的直径，则一口井的实际产量为360拍地平方 Sn 乘以泵效。大家仔细观察一下这个等式，其中拍为常数，冲程冲次为抽油机参数，与一般均为3个档。根据长冲程慢冲次的选择原则，其层级基本为定值。另外，一个区块的机抽流体性质相近，其泵效基本相同，因此一口机抽井实际产业量由泵径确定。抽油泵的位置必须低于动液面的位置。注意，动液面是指满足产量时井底流压对应的油掏环空动液面高度。泵吸入压力用 PS 表示，该压力为井内流体入泵的动力，与流体的性质相关。当气液比小于80时，稀有且定时或连续化套管器时，沉没压力取 0.5 兆帕，也就是50米的沉没度。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要放套管器呢？这主要是由于油层产出器会进入油管和油掏环空，随液体进入泵筒的气体从油管内采出地面，而进入油掏环空的气体将逐渐聚集在油掏环空的顶部，导致套压增大，动液面下降，泵抽不稳定，甚至抽不到液体。其次，当产量高且液体粘度较大时，应增加沉没压力，以确保有足够的动力将液体压入泵筒。大家再回到机抽示意图，井底流压是不是等于沉没压力加上井底至泵这一段液阻压力？整理可得泵挂深度的计算公式，式中油层深度、沉没压力、流体平均密度均为一定值，泵挂深度与井底流压直接相关。大家想一想，产量越高，井底流压越小，油掏环空的动液面位置也就越深。当机抽系统一定时，过大提高产量有可能导致井底流压过低，甚至低于泵筒位置，出现抽不到液体的现象，这也就是供液不足的问题。在确定了抽油泵参数之后，需要进行抽油泵的选择。这是常规抽油泵泵型选择表，第一行为泵挂深度，第二行为常规抽油泵的泵型，这在本章的第1节已经详细阐述，主要包括管式泵和杆式泵2大类。灰色的这一列为油井条件，具体包括液量高低、液面位置、流体中是否含沙、硫化氢、二氧化碳等腐蚀介质。这样根据泵挂深度和油井条件，即可迅速选出合适的泵型。这里 A 代表最佳应用， B 代表广泛应用， C 代表时常应用，短横线则表示不推荐应用。泵挂深度确定，也就意味着抽油杆柱的总长确定了，关键是确定几级抽油杆及其长度准确。在设计抽油杆柱之前，请大家回顾一下抽油杆柱的受力。
这是抽油机旋点处实测的施工图，表征一个周期内载荷随时间的变化。从下试点开始，先加载液体载荷，在摩擦力、惯性载荷和震荡载荷作用下，上行程载荷存在一定的波动，下行程正好相反。先卸载液体载荷，抽油杆柱受到交变载荷的影响。为了表征交变载荷对抽油杆柱疲劳损坏的影响，引入应力符这一参数。顾名思义，也就是应力波动的最大值，也就等于杆柱受到的最大应力与最小应力之差除以2。应力也就等于载荷除以杆子的截面积，而应力负则为最大载荷与最小载荷和杆柱截面积有关。那么应力负如何影响抽油杆的疲劳寿命呢？下面举例说明。这是一根钢杆，需要将钢杆从终点位置折断，线分别从钢杆的两端折叠至45度和90度。那么哪一种情况折叠次数最少呢？很明显，90度最易折断。这是由于钢杆初始应力为0，折到90度时应力最大，也就是应力负最大，最易折断。影响抽油杆柱疲劳寿命的另一个参数为最大载荷。当杆柱受力超过最大应力极限时，抽油杆将出现断裂或失扣、脱扣的现象，杆柱自然失效。那么抽油杆在什么条件下能长时间有效工作呢？目前工程常用美国石油协会推荐的修正古德曼应力图，以最小应力和最大应力分别为横纵坐标，抽油杆材质对应的最小抗拉强度 σb， 图中黄色阴影区域为疲劳安全区，抽油杆的应力落在该区域，抽油杆不会发生疲劳损坏，则抽油杆柱的最大许用应力为刚才的材质 σb 乘以 0.25， 再加上最小应力的 0.5625， 再乘以使用系数 SF。 那么 SF 呢，为抽油杆柱的使用系数，是控制抽油杆柱长度的关键参数。对于新的抽油杆，其使用系数可以参考下表确定。根据抽油杆的钢级使用键值，可以快速的给出抽油杆的使用系数。例如工程常用的低级杆，无腐蚀条件使用系数可取1，而在含硫化氢条件下需要考虑腐蚀，将使用系数降为 0.7。 对于井筒中已经使用的抽油杆柱，修井时需要重新设计抽油杆柱，建议将低级抽油杆柱的使用系数略微降低，这是由于低级杆与竹筛连接，下行程受压，上行程受拉应力，应力变化幅度大。另外，使用时间继续延长，抽油杆各种损伤累加，强度减弱，更易疲劳损坏。对于 N 级组合抽油杆，其各级杆顶部的使用系数应相等，且为了有效使用抽油杆，其使用系数应保持较高的值，这就是完全等强度方案。下面介绍简化公式按完全等强度的组合杆柱设计步骤，以至本径、抽油杆的总长以及冲程冲刺初始杆径 di， 求 di 级杆使用系数 SF 对应的杆长 Li， 各级杆总长为本挂深度为一定值，现假设低级杆长为 L1x， 即可采用简化公式计算出低级杆顶部对应的最大载荷和最小载荷。其次，采用修正古德曼应力图计算许用应力，适中 σb 为抽油杆材质对应的常数，取下限值。如低级抽油杆抗拉强度为793，
到963兆帕，一般取793兆帕，确保杆柱安全。最小许用应力 σmin 根据最小载荷除以第一级杆的截面积得到。对比顶部最大应力是否小于许用应力，这里的最大许用应力由最大载荷得到。如果顶部的最大应力大于材质所需要的 σO， 则减小 L1x 重新计算，直到两个应力满足误差线，那么第一级杆长即可确定为 L1。同理，计算第二级杆、三级杆，直到各级杆总长大于等于迸挂深度即可计算出组合杆柱。在确定抽油泵、抽油杆之后，还需要选择合适的抽油机。这里介绍图办法，这是常规油量式抽油机与深井泵组合的特性图。根据迸挂深度和产量，即可选择组抽油机。例如，迸挂深度2000米，产业量40方每天，对应的抽油机为10型抽油机。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抽油系统工艺设计方法。张琦教授主编的《采油工艺原理和设计系统》还讲解了 API 抽油杆柱设计方法，请大家自学。